人类基因组研究首席专家文特尔说，我们全部分享着 99.9% 相同的遗传密码，并不存在我们的种族区别。在 DNA 上不存在种族区别，这句话太重要了。在漫长的人类历史长河中，常常有人以为自己比别人更高端、更聪明，进化更快，进化更多。当年的希特勒消灭犹太人，他们的理由是什么呢？他们的理由就是自己是高贵的、高端的人种。他们这样的歧视没有任何的科学道理，没有任何的科学依据。可是他这样说是，你说不是，你也没有办法说服别人。有了 DNA 编码，有了数学，就没有办法回避科学的结论了。这是来自科学的。那些以为自己比别人更优秀、更高端、更聪明的人，在 DNA 编码和数学面前，他们无话可说。最可笑的是，那些认为自己的基因、自己家族的基因比别人要优秀的人，连基因是什么都还没有弄清楚。人类30亿 DNA 编码信息中，只有 3% 的信息属于基因，是可见的物质遗传信息，也就是我们人的身体或者说肉体的部分，称为物质遗传信息。在30亿的 DNA 编码信息中，另外的 97% 的信息不属于基因，是属于调控和非物质的遗传信息。不要以为 DNA 就是基因，那是错误的。DNA 不等于是基因， DNA 是信息。DNA 承载信息，传递信息，指挥信息，产生信息。严格讲， DNA 是一切皆信息。千万不要把 DNA 的一切皆信息错误地理解成一切皆基因了。那些以为自己的基因比别人优秀的人，应该先把基因是什么弄清楚。事实上，人与人之间平均只有1/1000的差异。在人体内，每1000个 DNA 编码只有1个不同，999个都是相同的，其差异之小难以想象。1/1000的差异使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宝贝，从来不会有2个100%相同的人，这样也才能分清你和我。任何人都不值得骄傲，都没有理由歧视别人。1/1000的差异告诉人们，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是十分微小的。你可能某方面比别人强，但别人一定在某方面比你强。就像有的人是文学大师，数学却不及格；有的人是数学天才，生活常识是小孩；有的人各方面都很平均，等等等等。当然，这都是指正常的情况，不包括病理的状态。所以1/1000的差异是非常公平的。减数分裂中严格的联会过程，
屏蔽了一切不同基因组、不同染色体产生新生命的可能，不但保持了染色体的恒定性，也保证了人类基因组的纯洁性。进化论者欺骗人们说，我们人体中有尼安德特人的基因。首先，单单说基因就是不科学的。事实上，如果尼人与人类不是同一个基因组，它的基因，或者严格的说，它的 DNA 编码就不可能进入我们的体内。不同基因组不能够完成减数分裂，不能够产生新生命。如果有人告诉你说亲子鉴定发现你有几% 的 DNA 是来自尼人的，一定是骗人的，因为至今还不知道尼人的基因组。如果和我们有相同的基因组，那就是来自最早的唯一的那个始祖，也就是唯一亚当。他和我们有相同的22对常染色体，有相同的一对性染色体。人类基因组包含的30亿 DNA 编码中，999%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只有1/1000的差异，这是可以用亲子鉴定查验的。否则，尼人的 DNA 不可能进入人类，因为减数分裂把一切不一样的基因组挡在了门外，屏蔽了一切杂交的可能。这也就是为什么减数分裂可以置进化论于死地。来自唯一的原个体，来自唯一的第一个人，这是从编码和数学上看见的，无法否认的事实。那么99.9%的编码全世界人都相同。我们要知道，编码相同是因为编码序列，每一条染色体就是一条长长的编码序列。在我们的系列节目之一里面已经讲过，编码序列是编排过的，是携带信息的，不是乱码。那么99.9%的编码不是乱码，作为电脑工程师，他们不会认为这样的编码序列会自然的产生，因为他们要编程序，他们从来不会认为哪怕一个很简单的电脑程序也需要他们用键盘敲出来，也要去编写出来，他不可能自己产生一个编码序列。这也就是为什么电脑工程师可以确定99.9%相同的编码序列不会自然产生的原因。那么今天学电脑的人特别的多，所以在这一点上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就是很多的人都能够理解，都能够明白编码与信息的关系，信息与人体的关系，以及编码信息、编码序列是不会自己产生的原因。DNA 是遗传信息，这绝不是一个抽象的口号，它是非常具体的。信息不但在生命中传递，信息在生命中时刻都在发生作用，或者说一直在工作。除了减数分裂的工作，例如人一生中平均有50次的细胞分裂，每次产生新的细胞必须复制60亿 DNA 编码，复制的速度每秒钟高达100对编码，
编码就是碱基，碱基就是化学物质，1秒钟产生这么多的物质，这都是信息的工作。DNA 编码信息的工作，电脑科学的工作者最容易理解，因为在数码科学中是0和1组成序列传递信息，在生命科学中是 DNA 编码 ATCG 组成序列传递信息。令人庆幸的是，当今世代由于互联网的普及，有电脑知识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他们对于 DNA 编码信息的工作，比那些不懂电脑的生物学者更能理解人体编码与信息之间的关系。没有电脑知识，在进化论教育下的生物学者对 DNA 编码信息的工作常常是一头雾水，他们很难把肉体和信息连接起来思考，他们毫无科学根据地认为一切都是自然发生的，因为进化论教导他们仅仅从表体去比较，从物质角度去分析。DNA 是信息，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完全不思考信息的具体作用和重要的意义，看不到人和其他动植物各生命体中从内到外所表现出海量的生命器官，都是来自 DNA 编码的信息。因为生命中一切皆信息。我们看图，这是达尔文想象的物种进化图。他从各物种的形体、动作来分析，想象出它们都是从一个根进化而来的。在他那个时代，不知道基因组，不知道染色体，我们可以理解。但是今天我们已经知道了各物种有独一无二的基因组，而每一个基因组都是独一无二的染色体构成的。那我们今天再来思考各个物种的关系就不一样了。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是染色体。每一条染色体都是独一无二的，各物种的基因组就是这样的独一无二的染色体构成的独一无二的基因组。人是这样，其他的物种也是这样。所以每一个物种的基因组不一样，基因组里面的染色体不一样，不一样在表现在染色体上面的编码数目不一样，序列不一样，信息不一样。所以什么样的信息产生什么样的物种。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物种它们的染色体的数目不一样，各有各的染色体的数目。你看它38条，它有78条，它有64条，它有134条。但是呢，它们也有相同的编码数的染色体数目的。比如说像这个熊是74条，对吧？你看这个是骆驼，它也有74条，它们的染色体条数数目是一样的啊。然后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像这个蝙蝠是56条，对不对？看这个也是56条。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形体的差异非常的大。然后我们人是46条，这个金氏绒猴也是46条，可是形体差异多大呀？虽然染色体的数目是一样的，为什么还有这么大的差异呢？因为每一条染色体里面的编码数目不一样，编码序列不一样，这个差异太大了。所以从编码和数学来分析减数分裂，就完全理解了各物种不能够共主的原因了。这些物种的染色体它的数目是不一样的，就不能够联汇。因为我们分析联汇的时候，1号要找1号，2号要找2号，它数目不一样就不能够联汇。另外呢，即便是数目是一样的，染色体的数目是一样的，就像我们看到的人46条，金氏绒猴也是46条，数目是一样的，仍然不能够联汇，因为每一条染色体里面的编码数不一样，序列不一样，它要在联汇的时候，染色体要对齐，它的编码要对齐，序列是对齐的，它如果不能够对齐，就不能够进入联汇，不能进入联汇，就不能够产生精子和卵子，不能够产生精子和卵子，就不能够产生新生命。请问进化论者们，没有新生命，没有后代，哪来的共主呢？不论是人和猩猩共主，人和古代鱼共主，还是和香蕉、萝卜表兄弟，你们都必须面对 DNA 编码和数学的严格拷问，不能够没有科学根据的、不负责任的乱说。我们从图中可以看到，金氏绒猴46条染色体，我们人46条染色体，染色体的数目是相同的，却因为染色体编码的数目不相同，编码的序列不相同，编码序列所表达的信息不相同，产生完全不一样的形体。所以我们知道一切皆信息，信息决定一切，什么样的信息产生什么样的物种。所以这些不同的物种都是因为它们身体中的 DNA 编码的信息不一样，所以什么信息就产生什么样的物种。减数分裂中的联汇是一切生命繁衍的必经之路，它来自极其严格的 DNA 编码和数学，必须有相同基因组、相同染色体、相同编码序列的对齐，才能发生联汇。这是可以看见、可以检测的科学证据。在下一集中，我们将从 DNA 编码和数学详细分析骡子为什么无法进行减数分裂，不能产生后代的原因。请看小节。